2024最新恐怖片《云中怪物》惊恐上线，劲爆刺激全程。飞机正在厚厚的云层里飞行，绿衣妹坐在窗户边无聊的到处张望。无意中她发现窗外似乎有什么东西，她定睛看了看，感觉像是云朵。接着黑发妹表示窗外应该有什么东西，因为她看见了一条长长的触角。小乔对此简直不敢相信，大家纷纷表示黑发妹可能精神有些紧张了。很快飞机发生了剧烈的震动，大家赶紧又坐好。这次黑发妹又开始对着窗外尖叫起来。接着小乔表示自己也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几个人就在那里讨论着。这次震动太过于明显了，所有的人都吓坏了，他们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在飞机上。阿杰就跑进驾驶舱，问了老卡出了什么事情。老卡表示他也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接着老卡在飞机的仪表盘上看见飞机的重量数据突然重了半吨，老卡表示这简直不可思议啊！老卡就安排阿杰回到客舱去安抚那些乘客。那么这架飞机的上方为什么会出现怪物？且听小编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12个小时之前讲起。今天是小乔21岁的生日，在机场工作的父亲皮特，他曾经是一名飞行员，他特意在机场利用职务之便帮小乔订了一架私人飞机，乘坐6个小时的航程前往派对岛。这次来回几乎没有费用，算是搭便车。这就是父亲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，小乔开心极了。他的好友都来了，皮特表示他会在控制台一直盯着这架飞机的，让他们放心大胆的乘坐。鼻环妹是这里年纪最大，这架飞机的工作人员阿杰正在查看飞机的各种外观是否安好。飞行员老卡来了，跟小乔和鼻环妹说了几句话就上了飞机，这意味着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这架飞机的内部非常豪华，大家都没有乘坐过私人飞机，感觉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。小乔顿时觉得自己很有面子。随后阿杰讲完了乘坐的注意事项，飞机正式起飞了，阿杰就坐在老卡的身边帮着老卡。飞机在高空平稳飞行之后，阿杰坐不住了，于是走进了客舱，跟那5个女人玩耍起来。尤其是鼻环妹主动靠近阿杰，自然会玩得有些疯狂。老卡就在驾驶室专心开着飞机，地面的皮特不时地跟老卡进行通讯联系，以便确定航线飞行的是否正确。不久，飞机按照既定的航线飞进了一个巨大的云层，那里面不但有闪电，还有冰雹。而舱内的女人们继续喝着酒，唱着歌，跳着舞，仿佛外面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。在控制台的皮特突然发现雷达上的这架私人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，于是赶紧呼叫老卡，还好两人都能联系上。老卡就发现飞机上的航线显示自己并没有偏航，但是高度的显示读数却不对，他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会这样。接着飞机发生了剧烈的颠簸，阿杰赶紧跑进了驾驶室，每个人赶紧把安全带系好。这时飞机外面漆黑一片，不时的电闪雷鸣，这个就比较的吓人了。老卡就对阿杰表示，他发现飞机一直在云层当中，根本就没有飞出去过，仿佛有什么磁力把飞机给拴住了，在云层里面绕着圈飞行。老卡试着想挣脱它，但是没有成功，主要是他不能让飞机的发动机过热，并且浪费大量的燃料。阿杰表示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老卡表示只能想办法，还是飞离这个云层。现在跟地面已经联系不上，现在只能是靠自己了。绿衣妹正坐在窗户边无聊的到处张望，无意中她发现窗外似乎有什么东西，她定睛看了看，感觉像是云层。后来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，老卡就安排阿杰回到舱里去安抚一下那些乘客。飞机的无线电恢复正常，老卡告诉地面他们遇到的这个怪事。老卡感觉飞机正在被拉入百慕大三角区，而且一定有什么东西落在了飞机上。现在飞机多拉半吨的东西，皮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突然信号中断，接着怪物开始搞事。这下机舱内的每一个人都看清楚，飞机上有个怪物的触角抓着飞机不放，然后怪物还来一个高难度的特技表演，这个动作也太帅了，要是在体操界这是要打满分的节奏啊。突然老卡的驾驶舱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触角，哇塞，弄了半天怪物不是在表演特技，而是把自己的触角也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到了飞机的内部，这下老卡危险了。
老卡就这样领了盒饭。还好飞机早已设置的是自动驾驶，否则就完了。舱内的6个人发现那个怪物似乎不见了，于是就开始琢磨该怎么办。阿杰觉得有必要回驾驶舱看看，结果发现了血迹。接着绿衣妹和鼻环妹走了进来，这下3人可以确定老卡的确是消失了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。鼻环妹要求阿杰把飞机驾驶起来，他们一直认为阿杰是副驾驶，拿着阿杰表示自己只是个空格而已，什么也不会，然后气得跑进厕所躲起来。这下让5个女人大眼瞪小眼，不知所措。小乔表示自己驾驶过双座的飞机和摩托车，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。大家都鼓励小乔去试一下啊，于是小乔就走进了驾驶舱，开始摆弄起来。其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父亲取得联系。不久，怪物再次的跳上了飞机，这次的震动再次让大家心惊胆战。绿衣妹就看见了怪物的触角在撞击玻璃窗，吓得她离开了那张椅子，跑到另外一侧的高妹那里。接着这一侧也发出了怪物重击的声音。5个人不敢再坐在椅子上，手牵手站在了飞机过道上。这是一只从未见过会飞的大怪物。阿杰在厕所吃了一粒镇定药丸，打算出去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怪物的触角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从马桶的管道里伸了出来，阿杰就这样领了盒饭。绿衣妹和鼻环妹听见动静，他们使劲地敲击厕所的门，想救出阿杰，可是那扇门被阿杰在之前的时候反锁了。最后2人无助地在那里大哭不止。突然厕所门被怪物重击了一下，2人感觉这个门是打开了。鼻环妹跑回驾驶舱找小乔想办法，并且告诉小乔阿杰已经被怪物杀死了。就在这时，皮特通过无线电终于联系上了小乔。当了解完情况后，也是震惊不已。皮特立即呼叫附近的另外一架私人飞机上的小帅，要求小帅驾驶飞机赶过去看看究竟有没有怪物。小帅只好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黑发妹找到了一把手枪，瞄准了厕所，让绿衣妹去把厕所门打开，然后开了一枪。你还别说，黑发妹这枪还打中了怪物的触角，但是却起了相反的作用，导致怪物很生气。这下麻烦可大，大家已经感觉到怪物在飞机上移动，不知要干什么。大家都在那里瑟瑟发抖。鼻环妹非常后悔出来玩。很快怪物报复来了，她抱着飞机在空中翻滚几下。这时小帅开着飞机赶过来，小帅终于看见了那只怪物，大壮随后也看见了。小帅试着用无线电联络小乔，可是小乔那边没有任何反应。与此同时，绿衣妹和其他几人也看见来了一架救援飞机，大家非常的兴奋。但是黑发妹提醒大家，他们能用什么办法才能救到我们呢？大家顿时傻眼了，是啊，这可怎么救呢？很快怪物飞离了小乔所在的飞机，小帅于是就跟地面的皮特联系商量该怎么办。可是没想到前方还有一只超级大怪物，竟然在小帅的前方，正等着小帅开着飞机进入他那个血盆大嘴里。小帅知道这次完蛋，赶紧通知皮特让空军派出战机。下一秒，小帅连带飞机就被大怪物完全吞没了。接着之前的那只怪物开始绕着小乔的飞机飞，不时地跳上飞机的背部，然后移动到飞机的腹部。接着舱内出现了怪物的触角，飞机的舱门也被打开了，里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怪物的触角拖出了飞机。最后客舱就剩下了黑发妹和鼻环妹，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这时战机已经飞到了附近，小乔及时跟皮特联系上了，皮特就让小乔关闭飞机的电源和自动驾驶，让飞机自由降落，战机会趁机打死怪物。然后小乔再把飞机的自动驾驶打开就好了，不过只有20秒的时间给小乔。皮特接着不停地鼓励小乔一定能做到。与此同时，鼻环妹被怪物拖出了飞机，小乔终于鼓起勇气照做了，飞机开始自由落体了。小乔及时合上电源按键，然后启动自动驾驶。飞机经过一番颠簸，终于平稳飞行。小乔和黑发妹得救，地面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欢呼着。黑发妹再也没力气了，瘫坐在飞机的地板上。噩梦终于结束了，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前方出现了一只更大的怪物，把飞机撞击起火了。影片到此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吧，看个乐子吧。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。故事的情节的推进还是很不错的，层层递进。
把紧张的氛围渐渐拉满。至于恐怖氛围的营造处于中下水平。片子的后半部分有怪物攻击人类场景，但也不是很吓人。怪物的特效制作算是5毛了，外形的设计参考了克苏鲁的外星怪物。剧中几个主要演员的演技有高有低，这里特意说一下鼻环妹，她可是近年欧美恐怖片的专业户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从不挑食，演技处于中等水平。这几年的作品数量非常多。当然了，本片有个最大 bug， 就是没有翅膀的怪物是如何在天上飞的，而且还是万米高空。本片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只是说了磁场的原因，估计也是无法自圆其说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